我是瓜皮儿，朱星女第1季前情提要。康特尼接二连三招募了几名新成员，分别是野猫尤兰达、午夜神医贝斯以及石侠瑞克，4人重组正义协会。可康特尼的秘密还是让帕特发现了。招募完瑞克后，康特尼连忙赶回家，还以为自己藏得天衣无缝。帕特指着床下的装备怒斥女儿：“这上面随便一个东西都可能要了你的命，你该庆幸绿灯戒指还在充电宝上。”原本帕特的计划是调查清楚所有事再去行动，可康特尼太心急了，几周前还信誓旦旦跟自己发誓要让康尼怕不怕组合重出江湖，现在就背着自己重组协会。康特尼把9年前石家遇难的真相说了出来，帕特也是一惊，自己都不知道这事儿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做出决定。爹累了，明天让你朋友们把装备还回来。瑞克做事太莽撞，和他爸完全不同，这孩子帕特打算自己去说，其他2个交给康特尼了。装备倒是收走了，笔筒里的霹雳精灵2人全都忘了。蓝谷学院进行了橄榄球选拔赛，粉碎者拉瑞跟体育老师宝拉坐在观众席目不转睛，因为场下的克罗克就是他们的女儿。同队男孩瞧不起女生打球，出言不逊调戏克罗克，然后被一塞炮干翻在地。妹子有多猛就不用多说了，人送外号艾比。父母肯定为女儿的勇敢高兴，可教练立马吹了哨，以不和睦相处为由，让克洛克坐了冷板凳。父母的脸瞬间冷了下来，当天就把教练活活打死。这就是他们干掉了第3个教练了。冰柱这边猛然惊醒，习惯性摸了下枕边，因为今天是妻子的忌日，收了条消息匆忙离开。建国伟业马上就要执行了，在这节骨眼上，运动大师和狐女顶风作案，冰柱命令他们尽快解决后事，很快你们就要重返战场了。转日一早，帕特一家子各忙各的，麦克为了学校的科博会做着准备，而帕特满脑子都是康特尼的事，根本没心思在意。只有芭芭拉给了新儿子一点关爱，还答应他晚点去学校参观。很快，帕特在途中拦住了瑞克，毕竟是兄弟唯一的儿子，当叔叔的也不能让孩子太难看啊。瑞克做完打烂的车就是一个警告，如果他总是这么暴力，迟早会害死自己，还会让石家蒙羞。雷克斯打造沙漏的目的是为了正义，不是为了解决私人恩怨。瑞克还是那句话，我爸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你们管不着。9年前雷克斯记录的笔记一直在帕特手里，今天他把这个给了瑞克，上面的内容一般人根本看不懂。帕特的初心是让他归还沙漏，如若有一天他准备好了，自然能够继承。可是都过了9年了，帕特都没有为战友们复仇，单凭这一点，瑞克就不信任他。至少在他看来，帕特身为星侠的搭档就应该有所作为。这些话真是扎了帕特的心了。康特尼这边也挺难做的，尤兰达逐渐变得开朗了起来。要是现在跟他说放弃野猫的身份，他肯定会伤心。听到尤兰达的谢谢后，康特尼心想，还是先去和贝斯谈谈吧。然而贝斯比尤兰达还严重，他已经把达克当成了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这种超级 AI 带来的快乐，其他人根本想象不到。曾经的孤儿座成员无一不把康特尼当成了最好的朋友，善良的康特尼不忍心打击他们，只能另想其他办法。午饭时间，康特尼还是决定跟他们套个一下。等2人得知康特尼要装备回收找达叔不是装备回收还给帕特后，统一口径表示，我们为什么要听从帕特的指令呢？奇怪的疑问增加了，总之他们就是一个念头，别拿走他们刚获得的依靠。康特尼连忙追上他们，只听2女头也不回地说，就当是一场梦，醒了很久，还是很感动。没多久，瑞克也赶到，大家都是一个想法，这东西还给帕特就是吃灰，留在自己手里还能有所作为。随后瑞克掏出了石家笔记，希望贝斯能从中发现点什么，可本上的信息和公式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数据库中，简直就是本天书。随后达克发出了警报，赌徒准备入侵帝国通讯公司。没想到第一个任务这么快就来了，只要抓住他就能问出其他成员的下落。所有人一拍即合，打算今晚就行动。康特尼无奈只能加入，不过在此之前要给他们配备一下战衣。另外一边，橄榄球队新来的教练对克洛克十分友善，运动大师夫妇依旧是平淡地坐在观众席。很快，不懂垃圾分类的夏普就赶了过来，他们今晚就动手入侵帝国公司，只要占据了他们的卫星，就拥有了控制权，后面的事儿都会迎刃而解。而蓝谷中学的科博会上，所有的孩子设计都引起了不同类型的关注，唯有基地麦克一脸失落，因为他的作品面前空无一人。没一会儿，芭芭拉就赶了过来，麦克立马就高兴了起来，跟继母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卡路里作品。什么是最惨？你参加科博会而你的作品获得的唯一赞赏是真香。临近傍晚，双方势力分别开始策划行动。运动大师夫妇给女儿留了点简单的锻炼，睡前记得做。
侧身卷腹，仰卧弯腿，引体向上，反卧引体向上，小腿推举，各做4组就行了。而这场行动，冰柱并不准备参加。妻子的忌日，他想好好陪陪儿子。服务员的一个好心，却透露了一个线索：卡梅隆继承了父亲的冰柱能力。帕特回家后，从芭芭拉嘴里听到了康特尼出门了，立马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因为此时新正义协会已经来到了帝国通讯门口，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毫无默契的团队打算随机应变，要什么指挥？贝斯也算是有点用处，1秒破解密码。别惹他，惹他把你 QQ 号盗了。众人慢慢摸进了内部，守卫早已遇难。看见尸体后，几个高中生当场石化。此时赌徒已经开始骇入卫星，而新正义协会则是遭到了运动大师和狐女的围剿。没错，2个人把4个人给围剿了。仇恨和力量使得瑞克极度膨胀，可他们毕竟太年轻了，面对2个满级大号，刚出新手村的孩子们被按在地上摩擦，没有一个人听从了康特尼的指挥。运动大师凭借一手玩蛋神技，把瑞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光凭一身蛮力和街头斗殴的技巧，难以抗衡运动大师。而后星仗赶到，康特尼前来支援。光看这操作就知道，康特尼是目前最强战力。奈何猪队友只知道莽，只能分神去保护下瑞克，而尤兰达则是去单挑狐女。都是猫科动物，下手根本不留情面。好在尤兰达相对敏捷，硬是跟狐女打了个5-5开。可他毕竟是第一次实战，经验不足，落了下风。但反应速度可不是吹的，在贝斯的帮助下，撒腿就跑。康特尼这边已经跟运动大师战到白热化，操作花里胡哨的同时，伤害也不低。奈何对方玩起了男女混合双打，整起活来连康特尼都还不了手。研究表示，如果你一个人打2个人，会比一个人打1个人难一点。队友们也纷纷挂彩。就在这时，赌徒已经骇入完毕，让运动大师尽快结束战斗。只见他一颗炸弹粘在了星杖上，康特尼都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星杖便一飞冲天，将炸弹引爆在了空中。坠下来后已经灭了灯。就当康特尼伤心的时候，星杖亮起了正道的光，队友们连忙赶到他身边，夫妻俩相视一眼，决定下杀手。随后一声巨响，高达帕特前来觐见，果然还是得靠他救场。运动大师暗道，下次一定。最后一颗烟雾弹逃离了现场。果然所有人看到帕特的战甲都是一懵，瑞克也察觉到自己错怪他了。其实帕特一直都在为兄弟们寻找复仇的机会，当然孩子们已经受了不小的打击。帕特没有去责怪他们，反而赞同了康特尼的重组计划。任何团队都需要磨合，那种说话没人听的感觉，帕特当年深有体会。他决定亲自训练这群孩子，父母们能给予最好的帮助就是支持。另一边，博弈会社也紧急召开了会议，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差脑波。光凭莫扎特校长温博的琴声很难唤醒他，必须找回真正的踢新手。此时老大冰柱下达了最新命令，查出新正义协会的资料，然后干掉他们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